我扮成这样，手里拿一长焦，要拍不成动物世界，我就去演 Groot； 要演不成 Groot， 我就在工作室扮一假山盆景。今天能不能拍着自己想拍的东西，就看他了。腾龙又是一只腾龙，今年腾龙新发布的一个70-300DX3 RXG 镜头，这是腾龙今天刚刚发布的一个给索尼一卡口的一个长焦镜头。我已经忘了这个腾龙这是发布的到底多少支这个长焦镜头了。你看今年有早期的28-200，还有这个70-180，再加上这支。跟其他厂商啊，它把不同的这个焦距段建齐了，这个策略不同。腾龙你看，光是在长焦这个焦距段反复层叠，生怕用户没有得用。这支镜头呢，熟悉的配方，熟悉的手感，跟之前它所做的那些镜头一样，做工、质量、手感完全类似，而且走的还是这种轻量化的设计，看来是瞄准了这个旅行的市场。而且它的机器全部都是带防尘防水滴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坚定的使用了67毫米前口的这个滤镜，看来腾龙是要把它的67毫米的军团给组成非常丰富的建制。但这支镜头实际的效果和性能如何，我们今天在实际的情况下呢，替大家做一个测试，在本片的结尾会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结论，这支镜头到底适合什么人用。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猫本。之前有很多粉丝替我们担心啊，说你们澳洲这块儿，我出门有这一脚蹬死人的大袋鼠啊，或者是从马桶里边钻出来的一个毒蛇，要么就是钻进屋里的蜘蛛，随便咬一口，半个小时就转世。你们这个生存的空间实在是太恶劣了。的确，你说这些东西我们之前都见过，所以呢，我们干脆就在我们院前院后看看能不能拍到这些野生动物。那我们测试的镜头呢，有今年的70-300，然后带了一个更轻巧的 A7C。除此之外呢，为了表现这些细节呢，我们还想带了一支90毫米的索尼的微距，看看能不能拍着大蜘蛛给你看。然后呢，我再带一支18毫米的 Batis， 这是我刚刚入手的心头好，看他们有时候有趣的画面。这支镜头的重量只有545克，这是在我们所有超过300毫米的焦距镜头里边最轻的。你想1斤多点这个重量嘛，放在包里完全不占分量。而且体积呢，你可以看到大概只有一个易拉罐大小这个体积，打开就是这么长。工作室附近最常见的大动物就是袋鼠，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平时不拍的时候满街都是，但是今天要拍的时候一个都没有。澳洲的袋鼠非常多，有不同的种类，比如像中部的红袋鼠，那大大的那种，还有北部的树袋鼠、盐袋鼠，有很多种。在墨尔本这边最常见的是叫东部灰袋鼠，就身上灰灰，肚上白白的。这玩意儿呢，身高大概是在1.2米到1.5米之间，个头别看很大啊，但是胆子特别小，基本上你蹑手蹑脚的过去，离近30米它就跑了。用300毫米的镜头的话，你差不多能够拍一个全身吧。如果你要是打开裁切的功能，可以把镜头延伸到450毫米，你就可以拍到更多的细节，就像我封面那张照片一样。有知道朋友那玩意儿是啥，把弹幕走起来。而且你最好告诉大家，这东西包装是干嘛使的。那说到这个镜头的锐度呢，是这样。我们之前是用索尼 A7R2 的机身去测试4200万像素，忽然发现这个镜头为保这个锐度呢，稍稍有点吃力。70毫米的焦距段锐度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要便捷到了300毫米，你会发现这个锐度就有点吃力了，尤其在边缘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这个轻微的色散的现象。所以呢，我们试了一下，把4200万像素当 size 当2400万像素，或者是你干脆用2400万像素的机身去拍的话，这个锐度还属于刚刚好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买 A7R3、R4 机身的人，谁会看得上这个900块钱不到的这个长焦镜头？虽然它的画质跟100、400这种 G Master 的镜头没法比，但是日常使用的话，应当还是足够用的。
池塘靠中的地方有一对澳洲的木鸭 wood duck， 那也是澳洲本土的生物，据说它还是飞得最快的鸟之一。我看看啊，拍点特写给大家看。现在你听的在保护他自己的巢穴，在跟那个鸬鹚在打架。鸬鹚傻呆呆的，不知道他自己已经进入到那个小鸟的领地里边了。这 wild bird 别看个儿小，但是特别猛，然后经常是1只2只，甚至是3、5成群去赶走进入他们领地里边比它更大的鸟，比如说澳洲的喜鹊，还有乌鸦这些。我再走近一点。荷花加上长焦，那老大爷拍的开心啊！的确在这儿拍了几张照片，觉得还挺好看的。没想到这么点小池塘里边还能开出这么漂亮的这个，应当是算是莲花，现在正是盛开这个季节。但是我们在拍这个莲花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镜头虽然体积小巧，但是它不带任何的光学防抖，完全依赖于相机本身的机身的防抖。我发现即使放到250分之1秒，也有个别发现这个手抖动的情况发生。那为了安全起见，放到250分之1秒，外加上这一支镜头它的300毫米长焦的时候，最大光圈只有6.3，高的快门速度加上小的光圈，那意味着什么？也就是我在拍照的时候感光度必须要升高。比如像现在稍稍天上来点云彩，我感光度看一眼，现在至少要放到800，才能保证我的快门速度和光圈都可以满足条件。有那么一点点遗憾，这里边有青蛙，而且呢，你可以看到水里边有不嘟不嘟不嘟，第一波的蝌蚪已经全孵出来了，然后在那边还能看见蝌蚪的卵泡。70-300配合 A7C 这种视频防抖，你会发现防抖在努力的工作，在使劲的想把这个主体固定在画面的某一位置，但是因为镜头实在是太长了，所以免不了有这种画面里边这种激动，就是让你的视频手持的画面变得不可用，就我指的是那种严肃题材的不可用。所以你真打算用这支长焦镜头去拍视频的话，起码你得带个独脚架，最完美的话就是老老实实放在3脚架上去拍。我这是在测试这支镜头的微距能力，可能我被之前的2875还有1728这2支镜头的微距能力这个宠坏了。我自然而然认为这支镜头的微距可以依然很好，但实际测试下来呢，发现，70毫米焦距的时候还可以离得稍稍近一点，但是当你放到300毫米焦距的时候，你就得往后迈一大步，大概1.5米左右才能把这个物体对上焦。所以大家在用这支长焦镜头拍摄物体细节的时候，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然后呢，这个镜头还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就是它的镀膜也就抗眩光能力其实还不错。这个表现跟它之前的那些镜头的话，保持同样的一个水准。如果你要是拍摄这种逆光的情况，哪怕阳光直射的情况下，你基本上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拍摄，不用担心出现大范围逆光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依然要注意高反差物体这个色散的情况。好吧，大白。Cockatoo 就是著名的葵花鹦鹉，树上结果子的时候，成片都在树上吃果子。我看待会儿是不是拍下来了。然后刚才从这片草地走过之后，发现草地里边全部都是那种彩虹鹦鹉，这是我认为长得最漂亮的鹦鹉。长焦镜头的相机主要是用来拍摄动物或者拍摄运动这种抓拍的题材。这个相机的对焦系统呢，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在70毫米焦距端 OK 没问题，但是当你把焦距拉到300毫米的时候呢，这个机身既要忙着增稳防抖，然后又要在光圈最大只有6.3的情况下努力进行对焦，所以会觉得对焦速度稍稍有那么一点慢。然后另外这支镜头的设计的话，它上边没有任何手动对焦和自动对焦这个切换的按钮，切换
这种对焦模式啊，你需要进入到菜单里边才可以完成，而且它的对焦环呢是在靠近机身这个位置，这个对我来说操作的时候有这么一点点的别扭，但是又像我说的，索尼这个取景器的这个精度，这让你对焦，你放心吗？以我经验，十有八九，这砖头里边会有蜘蛛。你帮我看着点啊！哎，盒，给我拿个盒来，给我拿个盒来。你看，水灵吧？这多水灵！哎，90V，拍个人像，帮我打个灯啊！据说最大能到15公分，我曾经见过一个这么大个的，在我们家那个垃圾箱那盖里边。啊，这种蜘蛛呢，平时就是比如什么发动机盖底下呀，然后包括什么防窗帘后边啊，就这种，这也不招人烦，但是就吓人一跳。最逗的是，我有一朋友，然后在那个遮阳板那儿一放，啪掉下来这么一个，我的这哥们儿差点从这个高速公路翻下去。你想想，高速公路上时速100公里，一雨声，啪掉一大蜘蛛。90正好能够拍一个大头半身像。你猜它有几个眼睛？上面俩，底下4个。劳驾帮我打个眼神光呗。哎，它上面还有眼睫毛呢。啊，真是全心全影啊！别动！哎呀，害啥羞啊？来转一块，转过来，正面别动啊！哎，来45度啊，打一伦勃朗光。哎，这小眼神。哎，今天呢就跟大家看了一下我们工作室房前屋后的这些动物。其实澳洲这些动物，你别看着凶猛，但实际上胆子都特别小。我觉得这跟澳洲人特别像，就是平时乐乐呵呵，人畜无害。然后呢，虽然体型比较壮，但也是为了这个应付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所产生出这种生存的这个结果嘛，就是生存的方式。那说说今天这个镜头吧。这个镜头70-300，这只腾龙的镜头，我觉得除了重量轻以外呢，没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只能说是一只中规中矩的镜头我们在做节目之前问了一下它的上市的价格是999澳币，但是实际在出节目之前我们看了一下 pre-order 的价钱只有890澳币，这听起来就有点香了。毕竟索尼的70-300的镜头要卖到将近1900澳币，那您觉得这支镜头如果要是在国内，您多少钱能够接受？因为毕竟澳洲的价钱往往都是比国内要贵嘛。然后把您认为理想的价钱打出来。OK， 那这支镜头到底适合什么人来用呢？咱们总结一下。如果您现在是全画幅2400像素的用户，已经有了2875这支镜头，这支70-300用于延长您的长焦的部分的话，应当还是属于胜任的。但是注意一点，这支镜头因为它的光圈，因为它的防抖，所以它是一个日光头。如果您平时带着孩子白天去逛逛动物园，拍动物，或者是拍摄一下在阳光球场上奔跑的孩子，它还是可以胜任的。那如果您现在是全画幅用户，想找一支长焦镜头但是方便的话，我觉得腾龙的28-200应当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70-180这支大光圈的镜头呢，就主要是拍摄那种需要暗光线的环境，比如像舞台表演，或者是说那种日出日落的风光类的题材，好吧？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聊这支腾龙的70-300的镜头。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请在下面给我评论。如果大家喜欢我们那只大蜘蛛的照片的话，我们在下边放出链接，你可以把它发给胆子比较大的朋友，大家一起乐呵乐呵。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我是大马猫本，咱们下期再见。